OK， 大家早安。今天真的辛苦了，雨很大吼。昨天有没有在想今天可不可以放假？好，那我今天早上的课程其实我安排蛮多小互动的，那都很轻松，就想要第一堂让大家醒醒脑这样。那我今天的讲座内容是从零开始建立影响力，因为我们刚出职场，可能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其实都不认识同事，或者是未来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长官，那我们会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怎么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衔接一个沟通课呢？首先 ，OK， 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要玩的是一场沟通的实验。大家都有加到群组里面了吗？给大家一点时间，欢迎你们加入群组。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些互动环节，所以建议你们大家是坐靠近一点点，比较好聊天，然后有人可以 carry 你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实验室的使用须知，请勇敢的举手，然后都可以发言。这堂课我们就只有给大家彼此一个掌声，所以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可以给很多人不同的启发，你们都可以放轻松的去享受。这堂课没有标准的答案 ，OK？ 今天最早到的人是谁？帮我举手一下，大家给他一个掌声。耶、好，我们的课就照这个 tempo 走，放轻松。OK， 这边就不是考场吼，我们这边是实验场，所以其实你们只要放轻松去感受，也不用急着说我等一下教你们的一些技巧，你们一定要硬背起来，因为其实出职场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学生的时候准备考试，我超喜欢想很多，然后考前我就会超级紧张。可是进到职场之后，我有一个新的体悟，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边做边学，所以我们只要从做中调整，这样就可以了。OK， 我们来暖身一下哦。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第一题一开始简单一点，就是非题就好了。大家认为啊，如果有同样专业领域的人，就像我们彼此是同样科系背景的同学之间，你们彼此的沟通会不会是更加快速，然后比较容易的？认为对的，帮我举手。OK， 有不同答案吗？认为不是的。好，第二题，大家记住答案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我讲了一句话之后，对方重新复述了一模一样的内容，就代表他有听懂我的话。认为对的，帮我举手。没关系，大方举高，不用紧张。好，认为不是的。哇，大家开始有不同意见了，很棒。第三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讨论分组报告有没有遇过这种争执。我讲的内容明明都是对的，所以他听不懂，那明明就是他的问题。你们有过这种 OS 的人？举手。旁边都不是自己的同学吗？还是同系的，不敢得罪。好，认为不是的，帮我举个手。OK。好，那我们进阶一下哦。我们来个选择题吧。你觉得一场好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是能够运用精准专业的词汇做一个说明。第二种是一个像台上演讲者，他能够具备侃侃而谈的自信跟气势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先很温暖的跟大家 say 个 hello， 然后我们做一个暖场的破冰，提升对方好感度，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沟通。第四个是我们跟对方的频率跟所想的事情对齐是一致的。大家觉得是 A 的人，帮我举手。没有标准答案。来，认为是 B 的，认为是 C 的有吗 ？OK， 有人认为是 C。OK， 有人认为是最后一个答案的人，帮我举手。好。来，今天我跟大家先用一个故事开场，这是我在北科大念硕士的时候发生的故事。那我把它取名叫误打误撞的我愿意。其实这是教授请我去做一个研究案的投标，然后我差一点闹了一个职场的笑话。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个投标的规则说明。其实我们如果到政府机关要进行投标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在喊价，我们通常会有3次喊价的机会，所以喊到前面2次，如果你喊的价钱都比政府原本设定要给你的，你就想像在买卖一样，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底价，你喊的都比他高的话，第3次就会是一个决胜关键。这时候我们就要看我要喊价钱，还是我可以直接说，我直接愿意用底价来成标。好，所以我问问聪明的大家哦，如果确保第3次不要流标的话，我应该要喊数字，还是应该要喊愿意用底价成标？有没有人要举手发言？好，认为是数字的举手。认为是愿意用底价成标的举手。第3次，其实如果我要确保是对的话，我一定要喊我愿意用底价成标，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我答应政府，你们底价是多少，我喊的就是符合你们的标准。那如果第3次我们喊数字的话，怎么样才会得标？这时候你们就是盖牌在跟他猜数字哦。如果我喊的数字比底价还要高的话，我就会流标，因为代表政府不愿意出这个价钱，我喊得太高了。那如果刚刚好的话，就是刚好得标，不多不少，刚刚好。那如果我喊的比较低的话，那恭喜你把自己便宜的卖给政府了。等于他比如说他给你100万，然后我就喊说好，我用90万就帮你做这个案子，会变成像这样。所以最保守的方式，假设教授交代你说你一定要得标的话，第3次就不能赌，我们就要喊我愿意依照政府你给我的底价去成标。好，然后很可惜，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当初我其实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我就傻傻的想说，哦，好哦，好哦，所以叫我去投标，那应该很轻松吧？然后我也没有做这个功课，所以我完全就是一个盖牌的状况到政府机关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一进去，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就跟承办人员聊，我说，哦，刘小姐你早啊，然后他说啊，我也是法律系的，幸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轻松，开始稍微有一种我们是同科系的人，有一点亲近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如果我喊的比底价高的话，等一下最后一次我就会用底价成标，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哦，对啊，最后一次你会用底价成标。所以那个时候我脑袋心里就想说，那代表最后一次我只要随便喊一个数字，应该都可以得标。可是我们刚前面有讲过规则嘛，我那个状况下要是第3次我喊的是数字，我就是在跟他比说盖牌的这个几率。所以我就很轻松的喊第1次，我那时候就说 OK， 第1次我喊100万，然后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摇头说，哦，你现在高于底价，所以我出了第2次的出价机会。第2次我就说90万，他们说还是高于底价，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开始在思考，我就想说，所以第3次是多少呢？我要喊多少，我才不会把我自己便宜卖掉？然后想一想之后，我就觉得好烦哦，我等一下想吃饭，接近中午了。所以我满脑子又开始在想着一些，就是飘到外面去。然后第3次我在那边思考的时候，我等于会在那边愣很久嘛，我就注意到奇怪，我旁边的这些政府承办人员怎么越来越紧张。然后我那时候还傻傻的，我想说他们跟我一样肚子饿了吗？是不是快中午了？结果后来第3次我想，好了，不管了，我就随便喊一个数字吧，我就直接喊60万。刚刚数字是纯属虚构，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我就喊60万，就全部人就倒抽一口气，就整个很震惊。然后我就发现政府的人员默默的把纸这样很紧张的这样子打开来看，然后我发现他的手在抖，然后最后他们才说，哦，你的价钱跟底价是一样的，然后所有人就直接叹气，就说，哦天哪！然后我想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不是一定会成标吗？然后政府人才冲到前面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刚刚只要喊的数字比这个金额多1块钱的话，我们全部的人都要重来一遍，就是从他们要写公文到报价。然后我才搞清楚说，哦，原来投标的规则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走回去跟刘小姐讲说，啊，你刚刚不是骗我？你不是说我怎么喊都会成标吗？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同一句话，两个人的脑袋里面翻译是不一样的。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最后一次喊什么最差，我都会自动套用到底价去乘标。可是这个刘小姐，她的脑袋翻译的是最后一次你要喊出我愿意用底价乘标，那你才能乘标。所以误会就这么发生了。同样一句话，我跟她脑袋翻译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运气很好，没有翻车，不然我现在可能没办法站在你们那边，我应该会被我教授挡掉。所以你们看哦，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脑袋里面，很有可能会变成误会。那我们来回头复习刚刚的问题，同样专业领域的人，我们彼此的沟通会很快跟容易吗？其实你们看，我跟承办人员都是法律系哦。原本我以为我跟他讲话，好像讲的话都可以马上就进入状况，结果其实不是，专业跟频道对齐是两件事情。第二个，对方如果重复我的话，他真的懂了吗？其实我们两个同样都讲出我们会用底价乘标这件事情，可是他如果只是复述的话，其实不等于是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我讲的内容是对的啊，那对方听不懂是他的问题。其实沟通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出职场也是这样的一个哲理，就是说，其实要看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不见得是出自我们，可是谁比较没有本钱扛这个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出去职场之后，我们可能也要学习怎么转念我们的心态，变成说，凡事都以解决问题为前提去思考，我们就会少一点抱怨，或者觉得怎么那么不公平，前辈都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怪在我身上。所以正确跟成功是不一样的哦。那刚刚我们问说，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其实一场好的沟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跟对方的频率是维持一致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今天开的这个课程标题是给职场新鲜人的沟通力嘛？那报名这一堂课的时候，你们心里 always 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我想要学到用比较有逻辑的方式来说服别人，达到我想要的目标，还是第二个，我可以学会用比较合适或恰当的言语来表达我的一个想法？第三个是我学会我讲的话能够让人听懂我在说什么，然后也愿意跟我一起合作。第四个是学会表现出一种有自信、能够侃侃而谈的气势。来，是 A 的人举手。B， 有人是 B 吗？用合适的语言表达想法。OK， 有 C 的吗？学会让人听懂我在讲什么内容。好，那有没有人是想要学像演讲力这一种，我要怎么有气势的表达 ？OK， 很棒，你们都很棒。好，那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举手发言，我给你们奖品。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OK， 没关系。来，我们来看这个影片。Could you make this again, though? Oh my gosh! Yeah. Okay. Yeah, but. What do you want? OK， 好。刚这两个人在调咖啡浓度的时候，他们有一直讲话吗？所以很好玩哦。我们在报名沟通课的时候，连我自己以前都觉得直觉是我们要学的叫怎么说话。但是其实从刚刚的影片，大家就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有没有发生过一件事，就是你拿完东西放在前面，你什么话都不用讲，店员就拿起来刷个条码，然后最后跟你讲数字，你们就已经把这一个买卖完成了。
所以其实有效的沟通不见得需要靠言语或者是多专业的字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沟通都不是在比谁用的字漂亮或专业，而是我们彼此有没有脑袋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的对频，我们的频道要调对。然后怎么调频呢？其实沟通的第一个议题很好玩哦，不是说话，而是我们要听。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听得懂对方在想什么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前，他耳朵才会打开去听你讲话。如果他打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你的话，你多会讲话都没有用，因为你说服不了他，他耳朵是关起来的。所以你们看哦，听这个字很好玩哦，它有一个耳朵，一个眼睛，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心。所以听里面有几个技巧，一个叫做我们去听他讲话的声音，他传达给你的是一种很紧张、很松弛，还是很激动的感觉。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要看说，哦，他有没有一些肢体语言，还是说他周围有怎么样的动作之类的一些不是跟语言相关的讯号。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感受，在沟通的跟你的这个人，他背后所藏的这些情绪。好，那听这个东西，我刚刚前面这样讲，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玄，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技巧？我们今天是工作坊嘛，所以我还是要带一点系统理论给大家。有一个东西叫做系统化的倾听。我们常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对话不会是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就结束，它可能会噼里啪啦有一坨的组织在一起。那当这种时候资讯量已经超载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去找线索呢？第一个我们要听的就是情绪，我们要来好好的判断对方现在讲这一句话里面他夹带的是他在发泄他现在的情绪，还是他讲的东西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第二个东西才叫做事实，事实就是一个可以验证、可以追溯的事情。然后最关键的这件东西叫做我们要拆解对方期待的是什么，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达成跟对方做沟通的这个目的。你要先听懂他到底有什么需求。好，我们先来讲情绪吧。情绪，我们有一些绝对的词语，如果出现我现在台上放的这几个字，相信我，他多半在闹脾气。不信我们来试试看。我这堂课很开放，我们今天第一个练习就叫照样造句。我允许你们有特权来骂人，有没有人要帮我回答？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总是，快点！今天谁怨气很重，想要骂一下？有没有办法用总是来骂人？举手。来啦，不然我要点名吗？好啦，第一个总是，你总是不听我说话。哦，你们怎么这样子？我每次演讲，大家第一次讲话总是不配合我举手。永远，有没有人跟家里面爸爸妈妈吵架的？他们有怎么骂过你们？还是跟男女朋友吵架的？来举手，谁愿意举手发言？不然我刚刚给你们群组，你们要是害羞不想被指名的话，你们可以在群组发。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在群组发言，然后我把它念出来。有人要说，永远是什么？你永远都是对的，你就永远都最大啊。反正你永远都是不肯听我讲话。来，第三个，根本，有没有人要造根本这个字？它可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照样造句。我给你们1分钟，有没有人要用根本？或后面，我现在台上几个字都随便你们，我不限制你们，我让你们发泄一下，都可以骂人。我给你们1到2分钟，帮我留个言吧。留言的人，我等一下课后我会送你们奖品。有人留了，真的有人有，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很棒。总是学不会，这感觉好像是某个老师会来骂学生的内容。总是在下雨，对，最近一直下雨，真的心很累。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讲的话，很棒哦，完全就符合沟通课的标准。心很累，你从来都不懂我在想什么。有开始热闹了，很棒很棒。大家有没有发现，出现这一种很绝对的字，
通常相信我，这些人多半都是在闹脾气。还有对不对？你总是不想听我说话，有没有人要从就事来讲？反正你就是最大的啊，都跟你说就好了。所以啊，如果出现刚刚大家在这个群组里面永远都在翻旧账，你就是在闹脾气。Oh great， 谢谢，很棒很棒，大家都很会骂人。如果出现情绪的用字的时候来，我们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头都很痛吧，觉得压力山大的。这时候要怎么办？我们要学会怎么安抚对方，而不是跟他争论。如果他直接跟你在那边骂这些东西，你直接说：“哦，你在生气哦。”对方是不是听起来就会很不爽？所以啊，这个东西情绪为什么我会摆在最优先来跟大家讲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让对方听懂我们在讲什么，情绪这个东西绝对是要先把它按捺下来的。其实就像我们律师在职场谈判也是，有些人一进谈判桌都会超级激动，你一定要先把它压下来，因为这种时候后面理性跟客观的东西才会浮出来。所以我们至少要先确定一件事，叫我们两边都是讲人话，不会有人突然就抓狂了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安抚？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叫点破加接纳。我们来感受一下哪一个话比较让你愿意继续去沟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昵称叫做真实律师，是因为以前我家长辈有投资过餐厅，所以我会去餐厅现场做一些协助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有遇过一个情境，客人吃到的东西不满意，然后好，他就是一个 OK， 可是他很生气，他就说给我找你们餐厅的经理过来。然后我们里面的员工有些人比较资深，所以他们讲话也很直，不是省油的灯。他就直接说：“你有什么事吗？”这时候客人心里会想什么？你有事，你全家才有事，他是不是会更不爽？可是什么叫做点破加接纳？来，你们感受一下哦。好的，请稍等一下。客人，我觉得你好像很着急，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先协助到你的？你们觉得哪一个对方脾气比较可以按下来跟你讲人话？相信我，多半第一个客人都会直接没有把叉子射过来，应该算不错。好，第二个跟大家的生活可能比较贴近。有时候情侣之间约会，是不是有一个人比较忙，偶尔会拖到？这种时候，假设忍了几次，可能就抓狂了。你下班都一直拖到，你到底还要让我等你几次？那如果这个时候，假设不管是男生女生，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啊，就说哪有啊，我上次明明就没有迟到啊，我只是最近就比较忙而已啊。你觉得通常这样子等的人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觉得你迟到还在找借口？可是如果我反过来呢？很抱歉，我迟到让你久等了。我能理解这样的不确定性。那也确实会让人家很焦虑，所以这种状况下也谢谢你总是体谅我，这样感觉会不会好一点？那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心里可能就会想说，明明是对方先没有礼貌对我，就像在餐厅打工，突然就是那个人摆明就是 OK 的话，为什么我要让这个人？那我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沟通里面有2个字很容易会被大家混淆。一个叫做 empathy 共情，那一个叫做 compassion 同情。其实这2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共情啊，是我们先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绪，也就是我们跟他感同身受。那同情是什么？同情是我了解对方的情绪之后，我多了一种想要关怀跟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边沟通的话，我们要开始的不是同情是共情这件事情。所以给大家一个迷思，就是共情我们在做的其实是观察对方，但我没有注意到，像刚刚我说在思考什么样是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抓关键字。我从头到尾都是在观察他，而不是认同对方是对的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脾气上来的时候，你们可以脑袋装入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现在把对方用第三视角去观察，他不是针对你这个人。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有这些情绪？我们不是要求对方妥协，
只是因为我们越观察对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下一步我们要出什么样的棋，跟他达成一致的谈判这件事情。好，情绪处理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叫做找出客观的资讯，我们要来拆解事实这件事情。一个对话里面可能会有事实跟情绪夹杂在一起，那等情绪下来之后，换我们理性，我们要思考客观的部分是什么，怎么找？这个东西5W1H 这个东西大家很熟，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复习大家英文课常听到的这个内容 ：What 什么人、什么物、发生什么事情 ；Who 讲话的这个人是谁，或他提到了谁 ；When 哪一个时间点 ；Where 哪一个地点。其实通常事实都环绕在这4个 W 里面，所以你们会注意到4W。如果我现在在跟你聊的时候，我还要在那边思考人事时地物，脑袋一定会卡住嘛。那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有时候你们就抓过来去想，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个叫主观推论的语气，就是哦，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我记得好像是9点上课吧。根据我的判断，我觉得老师现在出这个题目，可能月考会考。但是通常这种时候啊，根据他的判断，他后面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事实，那我们就要去验证，它是不是真的。我给大家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现在大家还会有小组报告吗？就是要大家一起合作。现在还有吗？小组报告的前一天 ，A 是负责要统整报告的人，然后他要来准备简报。然后 B 同学是负责开始贴很多资料给 A 的这个人，结果 B 上传的时间比较晚。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的组员真的，你心里觉得他好累哦，明明约好时间了，怎么还传的比较晚？有人发生过这种事吗？或者是一开始在分工的时候，大家没有讲清楚，就产生争执？我们来举一个我以前曾经遇过的例子，2个组员这样子在吵架。这段对话里面，哪一些是情绪，哪一些是需要厘清的事实？我先练习给大家看。A 说：“你老师最后一刻才把档案丢上来，害我又来不及整合。” B 一定会 argue 嘛？哪有，我也才 delay 一下下而已啊！通常犯错的人绝对不会说：“对，我就是迟交了这样。”然后 A 就说：“你每次都这样，你难道不能认真一点吗？” B 觉得很委屈，他说：“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就传了啊，我就才 delay 几分钟而已啊，是你根本没有看到我传吧？” A 就生气了，他说：“我就真的没看到啊，你到底什么时候传的？”好，第一个，我们先回归情绪，什么东西是情绪的字？你老是最后一刻才丢档案，害到我都来不及整合。老是跟害我，然后还有一个每次都这样子，真的是每次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还有你根本就没有看吧？这些绝对的词，通常后面夹杂的都是情绪性的字。那什么叫做主观的推论？我才 delay 一下下啊，我刚刚我感觉我才 delay 了一下下。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就传了，还有我真的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这些事实哦。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现在看你前面2个同学在吵这件事，每一句话我们可以怎么做？第一个，你老师最后一刻才丢档案，害我都来不及整合。是我会想一个东西，叫做我们要查对话记录。现在 LINE 很方便嘛，你什么时候交档案的？所以是不是 when 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更细腻的关键，来不及整合。所以 A 你大概要多少时间才够你整合？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以跟他沟通的关键，因为代表他对这件事压力很大，这也是他最在乎的一个点。好，哪有我才 delay 一下，法律人最讨厌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大家就会说，请你定义什么叫一下，一下是多久？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关键？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对方需要多少时间整合的话，我们是不是只要把握在那个时间里面交出来就可以了？
好，第3个，每次都这样，你可以认真一点吗？我放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说，人生不用那么认真。有时候别人在骂我们的时候，有些话我们自动从脑袋把它删掉就好了。有些话你是可以无视的。第4个，我昨天就上传了，你根本没有看吧？所以昨天有没有传送记录？一样，我们也要找这个时间点跟这个档案在不在嘛？然后我昨天晚上真的没看到啊，你什么时候传的？真的假的不是你说的算，一样，我们要验证客观的东西，在法律上就是找证据。好，事实猜完了，接下来最难的就叫做期待。期待是我们要找出对方内心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那我来讲一个我之前下课的时候去餐厅遇到的故事，这是真人真事。我到餐厅协助的时候啊，匆匆忙忙的走回去，就那个时候正值中午用餐时段的尖峰。我看到的是我外场的经理，他很无奈的接着电话，然后就是一脸懵这样子，完全不想理。然后话筒那边传来一个女生，应该是助理的那种声音，很大声，她已经俩拱了，就一直在咆哮。然后同时，我柜台前面站着一个西装笔挺的外国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秘书他到底讲了什么？他说搞什么鬼，居然没有登记？我明明就跟你定位啦，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客人你们这什么烂餐厅？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桌面上的这一个座位表登记簿，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客人他登记的日期是明天呢，但他出现在这边是今天。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外国人，所以我看到英文名字我就知道说 OK， 那应该是写错日期了。所以这种时候考大家一个职场反应哦。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下一步会做什么？有没有人要举手发言？没有正确答案，我们来模拟一下。如果你是老板，看到定位登记表是登记错的，就现在一个外国人就已经站在你正前方，然后话筒那边有人俩拱，然后他就说你的定位登记本把我的贵宾报到日期登记错了，我已经跟你定位了。有人会去骂员工吗？就说到底是谁？谁犯错？不会哦，很明理。但相信我，出社会有些老板第一个直觉会先去找说是谁给我写错了。这件事真的有发生过，这个是 EQ 的一个就是职场的反应。好，那你们听完这句话，如果这是你的餐厅，你一直被骂，你会不会很生气？对方可能有时候骂的言语还会含带到脏话这种东西。会觉得生气的人举手。你接电话，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登记错。刚刚会说为什么不能骂员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mega，真的是员工登记错吗？这个要思考一下。有时候很有可能是对方秘书讲错，未必真的错归因在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被骂的话，很生气的时候，有5个字箴言可以让你解气。大家猜一下是哪5个字？有没有人要举手？有5个字可以让你回归理智。还是一样，大家想在群组写。我先说，我允许大家骂人，但不能写脏话哦。我知道有人脑袋可能闪过的是脏话。答案在刚刚我讲的内容里面，是哪5个字？我听你在批。好吧，不带脏字。有没有人有更好的解法？怎么样可以让你听到别人对你无故的指责跟谩骂，你就可以瞬间冷静下来解气？有人要发言吗？给你们1分钟。如果还想要打字的人可以分享。当你没说过这件事，很像是我们有点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所以心里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觉得不是那么舒服。我听你在批。通常如果我这样子跟客人回，应该他就不来了。好，是哪5个字？我跟大家讲，答案在刚刚的课程里面。
系统化倾听。你们脑袋只要闪过这件事情，你就不再是当事人，他不是在骂你。你现在得到了一个特权，叫你开上帝视角，在思考这个人在想什么，然后你的专注力就会马上切回，开始去拆解这个人的这一段话。那这一切是不是会变得就没有那么针对性，比较好玩？来，我们重复一下这段话：搞什么鬼？居然没有登记！我明明已经定位了，这是我很重要的客人。你们这是什么烂餐厅啊？有没有人要跟我讲情绪？这里面传达什么情绪？哦，有人跟我写不用解释了，也不错 ，great。这个秘书有什么情绪？举手发言。有没有人要互动？紧张，很棒。还有没有？如果三字经都出现，它是什么情绪？生气，没错，超棒的。大家可以尽量放宽心的发言。来，我们给刚刚发言的同学一个掌声。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发言哦？其实从零开始，你要怎么建立影响力？什么东西叫影响力？说话有人听就是一个影响力。所以大家可以很大胆的去讲，这世界上真的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你要怎么找到跟你同频的人？你要先开口开始说话。刚刚两个同学都很棒，没错，紧张，然后还有生气。那这里面有什么客观的事实？人、事、时、地、物，有什么事实出现了？是客观的，包含你眼前看到的。来，大声发言没关系。你可以讲没关系，放轻松。重要的宾客 ，OK。还有呢？登记本出现什么事情？写的日期是不是跟他出现的时间对不起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事实？期待，对方通常会这样讲，他期待的是什么？这个比较难。有没有人知道答案？你们觉得这个秘书期待什么事情？道歉。很棒，还有吗？刚刚有讲，他紧张，紧张是为什么？有压力，对不对？所以他压力下一步，他希望是什么？这个人是客人，他现在站在前面没有位置，所以除了道歉之外，我们要进行什么行动？我下一个要烦恼的叫我要帮他找位置这件事情。情绪，他很生气，很着急，他压力山大，因为他是秘书，这个东西开花了，他可能也会被砍头。事实。刚刚大家说没错，这个外国人对公司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登记跟他出现的时间点对不起来。所以期待的话，刚刚说很棒，道歉嘛，道歉就是让秘书感觉他稍微体面一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要给他座位，他才可以好交代。好，但是我那时候就跟秘书，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把电话接起来，因为我的员工已经愣住了，他等于被他骂到很两眼放空。然后为什么这人会站在前面呢？答案也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正中午，其实刚好客满。那原本他订的是一个包厢，所以变成说我只能勉强把它安排在开放的区域。那我给秘书救这个火第一件事，我就说啊，不好意思，我是老板的女儿。这种时候头衔再搬出来，平常不要搬，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在卖这些官位。那我说我是老板的女儿，那可不可以我们先安顿好这个客人？我回应了他的期待，那我答应你，我会再回电给你。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直接去面对跟他解释说，哦没有啊，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座位就是登记错了。你再怎么跟他解释，只会越描越黑，因为他很急。所以我先给他一个回应，就是我帮他找座位。那还好，这一个人其实是那间公司的 CEO， 但是这种通常越高阶的人，他们是很有礼貌的。他那时候也很轻松，他就说：“哦，没关系，就是我们就坐外面就好了。”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哦，还是你要喝一杯酒，喝个红酒，我招待你这样子。”他就说：“不用，你给我一个 sparkling water， 就是一个气泡水，这样就可以了。”那安抚好他之后，我就回去再打电话给这个秘书，我说啊，小姐不好意思，那我是刚刚的餐厅，那我已经帮你把客人安顿好了，但是很可惜，
这个秘书也是所谓的 OK 之一。我的餐厅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客人教会了我社会学。他就说：“对啊，我就说嘛，那王小姐，你这样你们餐厅真的不行，你那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明明是高级的餐厅，怎么犯这么低级小赢的错误？这件事情，我给大家一个原则。”别人要攻击我们，未必要接。就像我刚刚说的，叫共情，我没有要认同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用另外一个话回答他，我说：“哦，还给您指教了，你这个终极秘书真的是辛苦了，使命必达。怎么骂人不带脏字，这是另外一个学问。所以我们以后如果你们想听怎么吵架课不用脏字骂人，可以跟我说。OK， 那我们前面在讲的全部都是资讯量很大，有一坨对话的状况。所以另外一个反向叫什么？有时候我们跟人讲话会不会遇到那种都会句点你的人？你资讯不足，他可能一句话就跟你讲完了，然后你搞不清楚状况。如果遇到资讯不足的时候要怎么办？教大家一个做法，叫做反向的叙述心法。我们一样，前面都是同样的状况。第一个叫回应情绪，第二个确认事实，第三个我们要动起来。这个东西的关键叫要有一个行动。我们所有的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彻底明白对方的意图，才能开启这一个沟通。来复习一下刚刚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正面的回应情绪？第一个叫做，如果对方很生气的时候，我们一样，我们可以说：“哦，我感觉你很着急。”你不能说：“哦，你不要生气。”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哦，千万不要跟对方说你不要，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在心理学上会是一个暗示，叫做你否定他，所以这件事通常他只会更生气，因为你叫他不要生气是为了自己，我们很怕嘛，会紧张，想说哦你不要那么激动嘛，你不要生气，相信我，通常你这样讲回去，对方只会更生气，所以一样点破，然后我们可以把话拆得更长。我感觉你好像有点急，有什么我可以帮你？有时候咬文嚼字是有意义的，你只需要把对话拉长，解释一下就可以了。确认事实，我们要怎么听到客观的部分，但确定这是真的呢？通常可以这么做，我们换句话说，把对方讲的内容不是复述哦，是解释一遍，最后再加一句话，叫做“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然后接下来一样呼应到的也是期待，只是我们可以多了一个行动，让对方感觉到你有一个诚意，你听懂了。那这件事情如果拿到职场，或者是我们在学校跟学长姐或老师沟通，是不是很容易发生在一件事情哦，叫做主管或学长姐比较有权威的人交代你事情，他们有时候很忙，所以讲话可能就只讲几个重点而已。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课题，他要学会怎么表达，可是对你们听来，你们就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好像听得有点似懂非懂的。这种时候多半很多人会担心，问太多，对方会不耐烦，就怕被骂。那要怎么办？套用刚刚教大家的方法，什么叫资讯不足？第一个一样，我刚刚说的系统化倾听嘛，一样分析情绪，然后事实是什么？我猜一下对方的期待有哪些。所以猜出期待之后，我们要来确认。那这种时候通常可以怎么做？你可以重新再讲一次对方跟你讲的内容，你脑袋的版本是什么？然后就多跟他说一句说，所以是不是你希望我怎么做？那什么叫对应的明确行动呢？像之前我刚进到事务所的时候，我的同事是一位印度的律师，然后他讲话也常常就讲一半就说，我们要办研讨会，请你帮我收集资料。这种时候通常我会怎么做？我会说，那研讨会的主题是什么？你是不是希望我收集给你演讲用的资料，还是要给谁的资料？是给主办单位提的资料？那下一步我会再多做一个，这样他就比较不会不耐烦。我先回去确认好第一阶段的事实，我就回去整理资料。我整理完再开启第二次的对话，我们不用一次追问到底，你先确认一个大方向正确了，稍微表示一点你的诚意之后，我们再来跟他说，这是我找的资料，所以这样对吗？那大家心里还是会讲说，我还是很紧张，我的前辈脾气很暴躁，我觉得他会骂我。可是相信我，回归刚刚投标的案例是一样的哦。
你不管有没有在跟他复述或追问，宁愿他一开始对你不耐烦，都不要等报告截止日到了开花了救不回来。这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要怎么去面对勇气。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出去职场，可能有些人对我们是很不耐烦的，这件事在所难免。就像刚刚的秘书，我没办法遇到每个秘书都这么好嘛，还是会有像 OK 这种事情存在。可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叫你要确保，当交付的成果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不能开花，不然你只会被骂得更凶。所以要适时的跟前辈求助。那我们来重返刚刚校园的一个故事好了。在小组报告的前一天，一样复习一下。A 同学是负责整理报告的人 ，B 同学是负责写内容的人。那 B 上传的时间晚了一下，两个人吵之后才发现，其实他档案真的有传啦，只是 A 漏看的讯息。所以来，我们现在是旁边要调解他们的同学，我们来化解冲突。如果你是 A 或 B， 要怎么改变说法，让对方可以把话接续下去，把报告进行下去，而不是两个人吵到截止日到了还没有结果。我刚刚有提到说5到6个人一组嘛，然后邀请大家加入群组里面。有人还没加到群组吗？那大家不要紧张，我会一步一步引导你们，我不会一次就叫你们直接很空泛的去改写它。来，这是 A 刚刚的对话，你老师最后一刻才丢档案，害我都来不及整合。B 是说，我记得昨天晚上我就传了啊，可是你根本就没有看吧？来，第一题，我们先从情绪开始。我看一下，5到6个人一组，你们要不要5、6个人坐靠近一点？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我更希望大家是彼此交流想法，我就让大家一起互动这样子。我们差不多5到6个人坐在一起，然后你们就可以一组看一个人代表传你们的答案上来就好了。我现在会把我帮你们写的这个练习发在群组里面，来，大家可以进到记事本里面。我们现在在小组练习1，第一个 A 讲的是你老师最后一刻才丢档案，害我都来不及整合。所以你们觉得第一个 A 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你们觉得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他现在会有这样的情绪？然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 A？ 那同样 B 呢 ？B 第一个说，我昨天就上传啦，你根本就没有看吧？他现在的感受，你们觉得 B 讲这句话他是什么心情？然后一样，他表面跟潜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情绪？跟你会怎么安慰他？哦，很棒，我看到2组留言了。B 同学觉得委屈，没有沟通好。A 同学有没有 A 同学发言？还是刚刚偷听我们的对话，大家觉得 A 同学问题解决了？好吧，我跟你们说，因为我等一下还想放你们中间休息一下。这个答案 A 组的，我允许你们课后再留言给我。我们先进下一个环节。好，来，我们来猜事实。如果我们要查清楚这件事有什么可以查证的东西的话，我们要找哪些资料？我们来看小组练习2。对于 A 同学来说，我们可以跟 A 确认什么东西？然后为了确认这件事情的话，你要怎么问他？那同样 B 同学，我可以跟他确认什么东西？那如果要确认这个客观的事实的话，我要怎么问他？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关键在时间。他们2个在误会的关键在时间这件事情。好哦，我们先进下一题咯。来，练习3是在一起的，就是推测出期待，想一想他们各自要对方怎么做。我刚刚有下来跟几个同学互动，偷偷暗示了一下。所以3跟4要放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情绪、事实跟期待之后，如果你是 A 或 B， 你想表达这个需求，你有什么更艺术的讲法给对方？因为老师最后一刻才丢档案，害我都来不及整合。我心里背后是什么原因让我要讲这句话？我期待对方做什么？那我可以怎么样重新讲这句话？同样的，如果你是 B，我记得我昨天就上传了，你根本没有看吧？所以 B 心里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那如果你是 B， 你可以怎么把这句话讲得更漂亮，
让对方听了不会不舒服。OK， 有人帮 A 改写了。我知道你最近可能很忙，但是这是关乎我们的成绩，所以我希望你也能看重这份作业。同时，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整合报告，所以我觉得你上传的档案时间有点晚，很棒。请问你昨晚大概几点交档案呢？档案放在哪个资料夹里呢？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棒。好，那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放我改的版本给你们看一下。我知道你可能也忙，但我真的来不及整合，我希望你可以早一点给我。那 B 就说，我知道你很急，但其实我昨天已经上传了，还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你也可以邀约对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确认你有没有收到，或我们来确认我上传的地方在哪里？那刚刚同学回答的答案也很棒，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样标准答案，就是每个人的表述方式不一样，最重要的重点是让彼此没有情绪跟听起来舒服就可以了，那这样他就听得进去。所以其实什么叫沟通力？我们要打造的是能够连接到对方，也就是连接彼此心的这个能力，才叫一个好的沟通力。所以当你懂得先听见对方的需求、期待跟情绪，你自然下一步让他觉得你跟他站在同一边的时候，你说的话就能够说得动人，也说得动心。所以沟通的第一步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听。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咯，就是大家都在敲碗的说这个环节 ，speaking。说在讲内容以前，它还有一个小技巧。叫做声音，大家有注意到现在开始很多线上课程这件事情吗？其实也有一些人专门在教说，广播的声音啊，或者是我们这种如果要表达一些领袖魅力，或者是讲师他们要有什么样的声音，其实声音也是一个给人很直接这种 kimoji 的东西。一种就是比较平缓沉静的这种声音。就像我们一般的讲者或是老师，你就会发现说，他的声音很像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们听一听，不小心就开始要度孤了，对不对？但是这种声音啊，通常对情绪激动人来说很有帮助，因为冷静是会传染的。当对方跟你匹配给我的时候，请学习用这种声音去回应对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平常在跟好朋友们聊天，我就会非常积极活泼很大声，讲白了就是很嗨这种状况。那这种时候呢，因为这种声波它其实会刺激你的思考啊，会变得很活跃。所以如果你希望要做一些，比如说有些人的科系可能是我看看哦，有没有文化创业类型的互动设计系，通常一些比较创造类型工作的环境，像行销公司，大家就都是嗨咖。那如果都用这样的声音去聊，是还蛮能促进想象一些新的 idea 出来的。那还有最后一种声音，就是很直觉、很果断。我现在就要教这个东西，你现在就要把这个报告给我。这种东西很常出现在谁身上？叫主管身上。所以你如果听到这种声音，我猜多数的人听完就很反感了，就是说你比我大几岁，你凭什么这样命令我？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情境下就要善用哦，平常尽量不要用这样的声音。前面两个是最推荐大家习惯的，那你们可以去练习看看，在不同情境下你们声音的表达会是什么样子。刚刚也有同学跟我在聊说，我如果遇到一些状况，我感觉就比较委屈啊，我就是想要说不，这种时候要怎么办？我都懂，我知道你们很常遇到一些不合理的状况，你们都想说不，凭什么是我要让？所以从小我们爸爸妈妈都教我们说，你什么都要 yes， 是的老师，是的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我会好好懂事。可是没有人教会我们怎么拒绝别人，或我们可以拒绝人，对不对？要怎么说 no 呢？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来 ，no 是要看时机点用的。同样，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来猜一下哦，你觉得下面 A 跟 B 讲的话
谁比较容易争取到跟对方说话的机会？假设我是 A， 我看到一个人，我先问他，现在聊天是不是不太方便啊？那 B， 我看到的，好，我们假设对方是主管好了。B 说，你现在有时间，有几分钟可以聊吗？觉得主管比较可能跟 A 说话的人举手，觉得比较可能跟 B 说话的人举手。大家都觉得是 B。OK， 好，我跟你们说，因为前面我有说我现在要教你们说不，所以答案啊，其实 A 相对比较容易。为什么？现在聊天是不是不太方便？ A 说不太方便这件事情，其实他在心理学上会给这个主管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跟掌控感。因为我问你，你是不是不方便？我可以很顺着跟你讲说，我现在真的有一点不方便。那这样的状况下，他就会说，可是我多久之后会忙完？我们可以再来聊。可是如果 B 说现在有几分钟可以聊吗？主管可能会直接就跟你讲说，我现在没空。所以其实他在心理学上有一些认知会颠覆大家原本的想象哦，就是以后如果你们出去要找老板或主管聊的话，我建议大家都会直接讲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专案啊，那方便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吗？我们要很明确的把你要他给你几分钟这件事情讲清楚，因为很多时候老板最害怕的就是嘿，老板，我可以耽误你一下吗？老板心里就会 OS， 我等一下的会是在20分钟后，你的一下是多久？我要不要答应你？所以有时候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的。那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在讨论事情，像刚刚大家在做一个小组互动的话，你觉得跟谁讲话听起来比较舒服？ A 说，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B 说，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你们觉得跟 A 讲话感觉比较舒服的举手。 OK， 觉得 B 呢？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B 比较多人，对不对？好，一样哦。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什么？ A 的讲法是，嘿，你同意我的观点吗？这种感觉很像是我在说服你，这就是我的观点，你同意吗？可是 B 是说，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吗？其实这一样有一个小技巧哦，因为我把对方要回复我的东西限缩在一个框架里面了。我前面讲的这些意见里面，你针对这个里面有什么？你有反面的想法，那你可以直接去回复我，我们的讨论就会比较聚焦，而不会变泛谈。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是针对一个现有的方案，对方可以去提出他不同的想法，而不是一个从全新、完全不一样的、你没办法预料的方向去回答。那一样，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对方的感觉也是说，那我有一个可以跟你说不的权利。所以策略性的运用不这个字的技巧是邀请对方说不，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说不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看哦，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你可以表示，你可以跟我的想法不一致，我欢迎你来告诉我。现在聊天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对，我真的不太方便。这是不是都是一种策略性的在给对方说不的机会？可是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要让他拒绝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再讲更多他底层所想要告诉你的资讯。因为大家很容易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心口不一，表面会比较客气，所以有些真实的想法，其实我们会想说，我现在跟他这样讲会不会太冒犯？但是我们如果要达到有效的沟通，最重要的关键叫我们要聚焦把事情解决起来，所以要挖出真相。所以不其实不是一个沟通的终点，它才是开启谈判真正一个开始的关键。因为当我们给对方一个可以拒绝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本能就会觉得，嘿，我有控制权。那当我有一个安全感的时候，我比较愿意把我真正心里所想的事情告诉给你。那我们比较能够针对不是表面的议题去做一个讨论哦。
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投标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回归一下重复跟资讯量不足这个议题。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让子弹飞一下"？有效的反问是什么？我现在跟你讲一句话之后，我抓住你这句话最后倒数的几个关键字。举例来说，抓住对方快结束1到2个关键字之后，我们就反过来用疑问词、疑问的，我刚刚说语调、声调，我们来重复这件事情。保持安静倾听，对方通常会做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像专案的时候，有的人会讲说："哦，主管给我这个东西，真的这个预算太紧张了，这个东西时间跟交期太紧张了。"这种时候我们会怎么运用这个技巧？就是说，时间太紧张了，就不要再讲话了，你都不要解释，你就说："哦，时间太紧张了，或哦，预算太紧张了。"然后我们就陷入沉默，这个就是所谓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为什么？因为当你丢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对方马上就会接下来讲他心里在想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预算对我太紧绷？为什么我觉得时间不够？我需要多久？就像在同学里面也有可能，我觉得他最近对我超冷淡的，超冷淡。这种时候，对方是不是就会开始讲他委屈的故事了？这后面背后一定会有很多不同他自己心里想的 OS 会出来。这个是什么？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学基础，叫做求同存异。因为我们人其实跟变色龙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喜欢听跟我们相似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可以抓住对方第一次跟你讲话内容里面几个关键字重复出来？因为你在跟他讲一样的字，预算，超冷淡，他就会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那这种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同温层效应，然后你用疑问的语气，他自然就会想把他心里的想法解释给你听。所以其实重复是要这样子做。那第3个事情是什么？这个叫沟通的最高境界。我要怎么把我的目标转换为属于我们2个的方案？来，我自己本身职业是律师嘛，所以大家想到律师的想法是什么？叫做谈判。我在商业上或者在当事人在法庭上，我们可能要进行谈判。你们认为谈判高手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很强大的气场，我要用气势，用很严肃的言语去攻击，去震慑对方。还是我其实很能言善道，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来说服别人？还是你们觉得，你们心中认为的谈判高手、谈判专家，你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有没有人要自愿回答？来，我站过来让你收音。有想法也可以打群组哦，如果害羞。来，你觉得谈判高手要有什么样的？之后要讲什么，就是什么时机该讲什么样的关键词，跟怎么样子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听他的话，他是就是可以被达到原本你想的目标这样子。原本想的目标，对不对？很棒，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吗？很棒，很棒。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好。我觉得能够挖掘两边的隐瞒事实，然后达到一个居中妥协点。对，我觉得因为谈判的话，通常两边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要怎么样让这两边的立场都拿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这是我觉得这个是谈判的核心。OK，nice， 大家请给他一个掌声，很棒，很棒。其实刚刚讲的答案很接近，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迷思？我在谈判，我进到法庭里面，我就是要开启我的战斗状态。我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要说服你什么？我跟你是对立的，我要想尽办法让你接受我的方案，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目标理解叫强势，只是这个强势如果是所谓的能言善道，就是我怎么包装的舒服一点站过来。可是其实刚刚同学最后讲的答案很棒哦。有时候谈判啊，其实我们在做的不是一个战斗，它更多的叫做一个探索的历程。
我在探索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在探索你想要的方案是什么。谈判有时候谈出来的结果不见得是双方都满意的，但是怎么谈得舒服，让我们透过探索再找出我们共同能够接受的答案。所以其实说服的重点是在我要怎么让对方来说服他自己，让他们认为我想要的方案经过探索之后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出于他们自己愿意的。这种做法要怎么做？听起来很玄，对不对？这个做法的关键叫用开放式的问题去发问，也就是对方要详细的说他具体的需求是什么。这个时候可以用哪2个问句呢？一个叫 how， 一个叫 what。我觉得你最近都对我好冷淡哦，所以你觉得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感受到比较被我重视 ？What？ 我觉得你最近都对我好冷淡哦，很抱歉我疏忽了，所以我是哪里没有做好，导致你产生这样的情绪。那为什么要用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因为这种时候你很像是站在一个一样让对方感觉他比较有控制权嘛。所以你的问题是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问这2个问句的一个潜在的状况叫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不可以引导我怎么做？而不是我站在你的对面说，我就是要你接受我，我没有冷淡啊，你觉得我这样冷淡吗？那种对方的感觉会觉得说，你好像不认同我。但是我们如果说，我如何可以帮到你，或我哪边没有做好的时候，对方就会做进一步的解释。那他可能也会意识到说，我是不是讲话讲太重了？我这样讲好像有一点不合理。当他有这种想法，其实你们就能更接近你们的解决方案，因为至少你们已经开始一起在找，你们的聚焦注意力是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那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技巧，你们可能听完就会觉得说，系统化倾听，然后复习一下刚刚还有这些什么开放式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有点难以吸收。你们上课有没有像这只金鱼一样，90%都吐回来给老师了？觉得说讲的有够难的，我就是吃不进去，消化不良了。好，我知道大家消化不良，那我们来运动一下，不用紧张。我这个不是体育课，也不是什么团康课，我只是想让你们留个念而已。我们都相处了这么久了，跟你旁边左邻右舍亲爱的组员们或你的同学们，来，我们移动到讲台这边好了，因为这里有摄影机。你们帮我站过来这里，不用紧张，一个人拿相机，我只是要邀请你们自拍一下。我刚刚分的组别大概5到6个人一圈，你们其中1个人拿相机，然后帮大家自拍一下。来，我们来想一下，刚刚在拍合照跟选照片的时候，你们在删照片前第一个看的是不是自己？我有没有闭眼睛？反思一下我们刚刚选照片的过程。你通常在跟别人合照的时候，你第一眼看的应该不是别人吧？你应该都是看，我今天穿的衣服漂不漂亮？我这个脸上有没有太曝光了？还是我把眼睛闭起来了？好，我刚刚邀请你们练习的目的是，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自我中心不是错。我们常说什么人不能太自私，没有，这是人的天性。就像你们刚刚在选照片一样，我们第一个在照片找的一定是我有没有闭眼睛，或我看起来怎么样。所以你们记得吗？我们一开始我问过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上这一堂课的时候，你们希望的是什么？我在告诉大家的叫做沟通，比的不是谁讲的比较专业，而是彼此的频道要调对。我希望今天这些课所有的这些 detail 啊，你们忘光了都没关系。当然，你们想要复习，可以在群组敲我，不用有紧张。可是你们以后就思考一个东西：人之间其实有一个频道很关键，我叫它 WIIFM 这个频道，也就是 What's in it for me？ 你接下来讲的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东西你可以拿到商业谈判上，或拿到你要跟任何人沟通，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在拍照都会看自己一样。我要把一句话传达给你，大家的直觉反应都是：哦，你现在讲的这个跟我有关吗？还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很现实。所以其实以后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最重要只需要当你们看到这个合照就想起来，换位思考。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着想，那这样你们要沟通达到一个更和谐的结果，会相对的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其实我很希望的就是说，学到的东西，放心，这些前面的技巧都是所谓的技术，这东西本来就是拿来忘的，要怎么不忘，就是不断的反复练习。所以在我刚刚上课的时候，才会邀请大家说，我们想什么东西，越想越多，脑袋打结，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我们要怎么让这东西内化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其实出社会事情很单纯，不用那么复杂，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沟通的底层逻辑就是一个换位思考。当你愿意替别人着想，别人本来就会愿意听你说话。那一样，这些技巧如果你想记得，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练习到最后它就会变你的直觉反应了。所以关键不在你多会背它，而是你敢不敢用它，跟你边用了怎么调整出属于你的风格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说，这堂课其实是一个实验。我希望跟大家更像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我走在下面，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聊我，而不是我一个一言堂去教你们一些比较权威的这种专业理论之类的内容。那好，我们回归一个本质。既然沟通，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叫对外的连接，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还记得我们刚刚做的一个讨论吗？ A 跟 B 在吵架。A 因为来不及整合，压力很大。但是我刚刚在跟大家聊天的内容，我有发现，很多人其实也没有意识到他要多少时间整合。所以我们在对外连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要先搞清楚，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需求，认识自己的边界，认识自己的原则。当我们认识自己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有效的把自己所想的事情传达给对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在讲的谈判专家的议题，沟通不是一个叫做说服的战场，它更像是在探索彼此的一个旅程。所以这个当中也包含去探索我们自己是谁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出一个以后一定用得上的作业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在这1-2天帮我传到群组上面。可是我一样想要邀请大家练习，叫做写下你的自我介绍。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练习，然后邀请你们等一下上台介绍自己。为什么这堂课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影响力？这个自我介绍以后不管你们拿去职场面试，或是甚至出了社会，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受雇者，我们自己想创业当老板，你就需要进到商务场合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大家好，我是王婷，我是女生，我是双子座，我出生年月日，结束。可是这种状态下是不是对他没有关系？那是你的资讯，跟我无关。所以怎么样才会是一个好的自我介绍？我送给大家一个框架，叫做131框架法。一个标签，标签的目的叫破冰，让人记住你。大家应该会发现，现在在面试履历啊，你们以后出社会可以注意，如果是人资部门的人，他一天可能看的是几十几百封履历。那这种状态下，你要怎么用标签成为那一个最亮眼的存在？给自己一个标签，标签的内容就是我是谁谁谁。那现在因为你们还是学生，你可以说我毕业在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科系，或我现在是哪一个系的几年级。那我是谁？你除了名字前面，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身份？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标签贴上去。3段的经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来讲，从过去到现在，
或未来。像在职场的时候，我可以讲哦，我过去担任过什么样社团的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因为毕业于什么科系，我有什么执照，所以我来应征这一个职业。我进到这个职业之后，我人生的未来的规划，我的打算是什么？那这一个核心的重点在我们要把自己的格局越放越大，让自己的经历越来越丰富。那最后一个就是可以送给听你介绍自己的人一份感谢或祝福，让他听起来更舒服，更愿意认识你。好，举个例子，一个标签会让人记住你，3个经历会让人看见你，一个祝福会让人喜欢你。我是王婷，那我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的智慧财产研究所，但朋友们也会叫我真实律师。真实律师就是我的标签，因为我很喜欢研究餐饮跟创业。长辈曾经投资餐厅，所以在学生的时候，我的过去我跟餐饮业曾经结上一段缘。那这一段缘分也让我体悟到创业现场的种种挑战。后来，也就是现在，我进入了万国专利商标事务所。那在这样的事务所里面，透过商标跟智慧财产，我看到更多品牌背后的价值，也因此让我现在可以结合法律跟商业。那未来我也期许能够陪伴餐饮创业者从0到1去打造属于他们的品牌。所以我也有一个叫做时书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我本身也是一个创办人。那今天我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相遇，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专业，也祝福你们都可以找到愿意倾听彼此的伙伴。我已经示范给我自己的一个标签给你们看了，我现在邀请同学们上台来做一个演练，不用完美，你们可以有谁想要让大家认识你的？敢上台的人可以看到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练习得到。你可以先上来表示之后，回去再修正，然后修正完之后，你们想要调整或想要确认说，这样子适不适合，或我以后想把这个自我介绍拿到什么样的场合用。王婷，你可不可以？王婷学姐，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下？我都很乐意帮你们修，但是我很希望的是大家可以上来练习。一个叫勇气，相信我，我以前跟2、3个人讲话是我的极限，上来就是练习勇气。我现在能够在前面跟大家这样子分享课程，其实也是硬逼自己练习出来的。我以前跟大概2、3个人讲话，我就已经很崩溃了。我是一个极度社恐的 I 人。其实今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跑去那个敦煌戈壁沙漠徒步108公里。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的队员没有人想要跳出来当队长，因为通常会去走戈壁的人都是你们会发现一些像 EMBA 的人会去走。那大家都是心里有一些心路历程，或已经出社会看到很多事情，想跟自己对话而去的，所以多半的人不会喜欢玩这种所谓的团队游戏，大家更倾向是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独处这样子。那我这一次等于也算是有点里长伯个性，发现没有人跳出来，我就思考一个议题，叫做如果我接下来要做的是结合品牌跟创业这些事情，还有帮助到中小企业，我可能要做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律师的行为，我没办法再看着前辈的事情去做，所以下一阶段我要面临的是什么？我一定要跟我同业的人或不同产业的人合作，甚至跨年龄层的人合作。我顿时闪过一个念头，叫有多少的机会让我可以走到一个沙漠里面练习带团队，练习认识不同年龄层的人。那个场景很特别哦，我旁边有12岁的弟弟在走，也有80岁的爷爷奶奶在沙漠里面跟我一起走。那这个过程，我就决定说好，那我来当队长试试看，因为我有别的目的，我想要练这样的一个课题。而这个时候，他们就说队长要上台
授旗，要拿你们的队旗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惊呆了，因为我参加的活动叫千人走隔壁，所以还记得吗？我刚刚有说，我跟3-4个人讲话，原本我就吓死了，结果我在今年5月，因为授旗这件事，我必须直接站上1500个人在台下看着我的场景。可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哦，经过从逐步的演练，然后我也很感谢母校，就是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回来可以跟大家用工作坊的这种形式去相遇。我才发现，哇，我做到了！我渐渐的不再只限于只敢跟朋友聊天，我渐渐的开始敢跟陌生人说话了。所以说，来讲了这么多，我的目的就是说服你们上台而已。谁听了有心动要站上台？下一个在1000个人面前演讲的人，可能就是你。我真的没有想过我有办法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那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我以前是一个超爱把所有事情规划到万无一失的存在，包含旅行，我会做那种很厚的可以当纪念册的手册。但出社会你就发现变化真的太大了。很多时候，你准备好的资料会完全派不上用场，或是主管可能明天就改变他的主意了。所以，直接开始会比你想清楚再踏出来还要重要。我们如果要投履历、要面试的时候，我可以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其实这个东西是连接跟沟通很关键一件事情，叫我能为你做什么。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有提到吗？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你先愿意把好处给他人，就呼应到我最后这件事情，你的格局就会变大。你的格局越来越大，自然大家就会想要靠近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超棒。然后像你刚刚聊到一些社团活动去认识自己啊，其实就像出了社会，有一些老板们之间这种商会的组织啊。有一个叫 IMC 的社团，他们很酷，他们都是一群企业大佬，但是他们喜欢透过像你说的，一起打球、一起登山、一起健行，然后在紧绷，因为商业环境是厮杀的，会比较刺激一点，但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可以很纯粹，所以他们就喜欢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凝聚有同频的人一起从事这样的活动，交朋友，然后去启发不同的思维。我觉得超棒的，很高兴认识你，也谢谢你，你讲得很好，谢谢。还有人想尝试吗？还有一个名额，我们让3个人来聊，有没有人跃跃欲试，愿意站出来？我觉得刚刚前面2个同学讲的都超棒的啊，他们勇敢敢踏出第一步，其实就非常的关键了，好吧？我让你们放轻松一点，不要那么有压力，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写那个留言在群组上面，我很鼓励大家把自己的自我介绍写出来，因为不管你们要不要传到群组里面，这个东西的目的，我是希望让你们复盘盘点一下自己，我过去经历过什么，我现在在这边，那我做的事情跟现在有没有一个矛盾？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所想要进行的方向，会因为外在环境，不管是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标签，让我们做着跟我们心里所想要背道而驰的选择。所以我希望大家透过在写自我介绍的这个时候，把所有的一切回归，让你们有机会跟自己对话，去认识自己。那下一阶段为什么有未来？因为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但是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为什么要感谢跟祝福？因为当你能够带着感恩跟开阔的心，这种时候你在聚焦的注意力全部都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这个问题或这个人就是冲着我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持我们的心态是不要去抱怨，这样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祝福当你先送出去了，它就可以回到你身上，很多的难关是这样子可以迎刃而解的。好啊，那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认识大家，那也谢谢你们在下雨天这样子拨空过来参与这个课程。我是真实律师王婷，那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其实我在踏出考场的隔天，我就踏入了餐厅，因为我家人曾经就是投资了餐饮这个产业，也因此塑造我，就是我是一个相对非常感性的律师，我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客户之间，或者是跟我结缘相遇的，包含在座的你们最理性的朋友。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上面这一个 QR code 是我 LINE 官方的账号，你们可以扫这个找我。那下面是我的 email， 我自己也很喜欢写一些不同的文章或分享我的经历在我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那不管未来你们对于求职或在学的经历上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跟我联系。那我也很鼓励你们，今天都已经跟周围的朋友们结缘了。我刚刚看你们讨论也都很热络，其实这就是一个你们开始跟对外连接的契机。我自己本身在出社会之后，因为我做这个品牌顾问，我需要跟很多产业连接，能够帮上我的人，永远都不是跟我同科系的人，反而是异界的人。大家要有一个出职场的观念，我们不用十项全能，也不用什么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为什么沟通力？我觉得母校很有幸安排这个讲座给大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请别人帮你，用长板补短板的机会，你们就可以专注在你们所喜欢的部分，而透过你们跟外面朋友、同事的连接，让他们来用他们的专业填补你们不擅长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出社会最有感觉的事。很多帮我的都是我同时科认识的朋友，有公共卫生系的，然后有金融领域的，然后像刚刚有聊到，也有一些宗教系的。其实宗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智慧哦。有一本书叫《开启你的高维智慧》，我分享给你，你可以查查看。他用很科学的脉络在讲宗教，所以他讲的本质是基督宗教、佛教、道教全部都贯通的。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一本书。对啊，那我很鼓励大家维持联系，我会把社团开到月底给你们互动，就是不限只有跟我，你们可以跟不同跨系的朋友们交流。我看这次分布也蛮多元的，其实每个年级甚至硕士都有。那每个人都会是你们最好的导师。所以欢迎你们多多利用这个群组，那也很开心今天跟大家结缘，我们再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这个掌声是给你们自己的，很认真的参与了这场讲座。我想知道就是讲这些沟通的东西啊，在职场上面遇到最难沟通的人的例子是什么？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好，我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个人曾经是我的假想敌。我告诉你们，最难沟通的是谁？最难沟通的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心魔跟障碍。为什么？我其实刚进去面试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位很资深的律师前辈，他气场超级强，因为他已经是合伙人等级的。他第一件事看完我的履历，他就跟我讲，他说：“王婷，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如果里面任何一个人说你不务正业，你要怎么办？”我才面试第一天接收到这个问题，我吓死了。因为我听过他讲话，跟我看过他的照片，我就可以想象他是一个看人应该就是脾气会很直来直往、很冲动的前辈。可是很有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当我相信我做的事是对的话，我会努力做下去。可是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发抖。为什么我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因为其实到现在过了大概3年之后，这一位律师成为我商业的导师。我很多时候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会给我很多他曾经走过的路。那他当初问我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尖锐，就是因为曾经他在做新的事业蓝图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的逆境跟挑战。所以他原本讲这句话，我刚入职场，我以为他在挑战我，他在找我麻烦。但后来我才理解到，其实这是他背后的体贴跟细心。他在把他走过的路，我可能会踢到的铁板，反过来给我这个问句，让我思考。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所有的想象，我觉得他是对我是什么态度，我投射出来的东西，阻挡了我去倾听
他问我这个问句背后他的含义。所以我到2、3年后，我才理解说，原来当初他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心思是在想什么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最大的敌人其实都不是外面的主管。有时候他们讲话脾气很激动或很不耐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刚刚我跟一个同学在聊所谓的课题分离，主管会不会心情不好？会不会刚好昨天跟家里面的人吵架？会不会早上出门前被老婆骂？或者是小朋友闹脾气或不舒服，他很焦急，都会。因为主管也是人，他不是神，所以其实每个人本来就都会有情绪。可是当他把情绪丢到你身上的时候，他脾气不好是我们导致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在迁怒。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你把界限画出来了，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你知道他只是刚好早上遇到不愉快的把脾气丢给你，那就是你的智慧。你自己可以把这样的情绪跟你自己画一个界限，不要让它来影响到你接下来的行为。所以我会认为说，出社会，我一开始想最难搞的主管就是那一种气势很强、不听人讲话。但后来我发现，最大的难关在我们自己心里会怎么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可以去解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经验跟感想，也分享给大家。